我们来看到，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呢，中东各国现在出手的局势是不是升温起来了？因为美军驻叙利亚的基地遭到弹袭，现在传出酿出伤亡。这个是伊拉克21号向美军驻叙利亚的基地呢发射5枚的火箭弹。那美军呢目前还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是亲伊朗跟伊拉克的武装团体真主党旅呢宣布将重新打击美军。那伊拉克总理呢访问美国回国之后的第2天呢，美军遭遇自2月初以来的首次攻击，甚至现在叙利亚总统也说，美国会把任何冲突呢化成是危险的慢性病，任何冲突当中都是先发财再袖手旁观，日益加剧所谓的乱局，等待对自己有利的时刻。但现在冲突越演越烈，会不会影响到国际油价的一个情形呢？甚至现在以伊冲突呢，油价也受到影响因为空袭以色列之后呢，伊朗最高领袖赞扬军队取得成功。他怎么说？他说，包括了现在武装部队在最近的事件当中取得成功，感谢军方采取的行动来攻击以色列，但最重要的是在行动中展现本身的所谓的意志力。那我们刚刚谈到了能源的问题，因为现在伊朗跟以色列冲突，如果再加上德黑兰封锁所谓的赫姆兹海峡，它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可能就会上涨因为自从以伊冲突以来原油价格呢不断徘徊在所谓的每桶约90元美金，但是如果伊朗封锁所谓的赫姆兹海峡的话，石油跟燃气的价格就有可能飙升为什么这海峡这么重要呢？我们也做出这张图来给大家看因为呢，这个赫姆兹海峡是阿曼跟伊朗所谓之间的所谓的海上通道，那原油出口的主要路线，光是看沙国，它每天都要出口所谓的630万桶，那伊拉克呢每天也要330万桶，伊朗呢也要每天130万桶，所以加起来至少都破1000万桶，所以看起来真的是影响蛮大的。那现在就有报道指出中国对伊朗的原油的需求不太可能会放缓，因为现在美国正在考虑伊朗的石油出口实施所谓的新制裁，而中国呢独立的炼油商呢正在想办法继续购买所谓的伊朗原油，几乎对这样的货物呢都使用人民币来支付。所以像中国呢现在也要布局所谓的石油航线了。马尔地夫的国会大选呢，执政党压倒性的胜选，恐怕会更靠拢中国，因为马尔地夫呢4月21号国会大选更倾向中国的执政党呢，渴望拿下2/3的席次，进一步呢向中国靠拢，远离传统区域强权的印度。为什么马尔地夫会成为所谓的中印之间的必争之地呢？我们就带你来看到中国在印度周边的国家呢签所谓的基建协议获得所谓的港口使用权。那马尔地夫的总统呢曾经答应北京邀请来会晤习近平，此举呢被视为是打破传统，是首位先访中而非先访印的马尔地夫总统。因为马尔地夫呢现在已经和中国签署所谓的军事援助协议并且下令印度的驻军呢要撤离，而这样子的情况呢，也可以说，他们可以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而且宣布支付宝跟微信也会进入所谓马尔地夫的一个市场。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这张图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在阿拉伯海的部署军事基地可以看得出来，马尔地夫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因为它往上可以到这个印度甚至它这边可以到阿拉伯海，所以看起来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位置，也难怪像中国跟马尔地夫的关系要如此的紧密，要保护波斯湾来获得石油。另一个部分来看到的是，美国想要在马尔地夫来开设所谓的大使馆，更在去年6月重启所谓的驻塞席尔的大使馆。那数以千计的塞席尔人呢，居住在中国建造的住宅里面，还为此当地建造更多的国民议会还有大楼啦，甚至还有高等法院的大楼。但是现在这个塞席尔总统他就说他说中国做了中国做了美国不做的小事，这就是美国人的弱点。话头来请教亮哥，你怎么看现在美军驻叙利亚基地遭到弹袭？那现在坦白讲，伤亡看起来也是蛮严重的。因为在伊拉克跟叙利亚，各式各样的激进团体蛮多的啦，所以你要不要把这个团体直接等同于伊朗受益是，这实在很难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地方也常常被以色列、美国3不5时就来打一下，是所以他们当然有时候就想报仇可是因为这个规模都不大了，所以那当然他会吹牛了，所以现在只是开始
可是我觉得以色列跟伊朗在上次的互轰之后，基本上是自我克制蛮明显的啦，没有扩大哦，没有啦，没有扩大。现在油价是跌的啊，是，而且说什么荷鲁兹海峡，这根本是绝无可能的事嘛。这个波斯湾一天有2000万桶石油要经过荷鲁兹海峡，你怎么封啊？你要得罪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吗？所以这个是万一就有人侵略伊朗的时候，他才会这样干啊。是，目前完全没有迹象嘛，所以我是认为不可能啊。那马尔地夫这个事，我觉得印度应该自有反省啊，因为印度周边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跟他好的了。你去看巴基斯坦、尼泊尔、马尔地夫、斯里兰卡，没有一个国家跟他好的嘛，你就知道他平常是多么傲慢在对待周边国家嘛，那你的经济有让其他国家来跟你共享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印度自己要检讨了，是不然事实上斯里兰卡也是让中国进去搞了一个码头嘛，那巴基斯坦就不用讲了，中国的铁杆，对不对？尼泊尔也是啊，邀请中国进去盖马路，对，就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主要是印度的外交的失败啦，倒不是说中国有多成功，是因为印度实在是太糟糕了，就这样。是好，请教吕舰长怎么看呢？我们如果说要来讨论马尔地夫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周边的地缘的关系啊。那如果我们看这周边的地缘关系，其实马尔地夫在这个位置啊，也就是斯里兰卡的西南方的这个海面上，它是一连串的像珍珠一样的一群小岛所组成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所点上的每一个红点，其实都叫做珍珠链战略啊，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云壤海军那个柬埔寨的云壤海军基地。再看到这边呢，其实就是缅甸的皎漂。那这边是有关于斯里兰卡就汉班托塔港。那关于巴基斯坦的话，它其实就是瓜达尔港。其实这个也就是让解放军如果未来从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的一个重要的港口的一个部件啊。那在这些港口里面，现在大家在讲说印度多紧张，印度多紧张。其实印度真的很紧张，而且是很紧张很久了。他的那个海军司令啊，在2018年他就说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注意到，解放军啊。在印度洋附近的活动啊，他们活动的多年来都没有改变，任何时间维持了8到10艘，这里面还不包括所谓的亚丁湾护航的编队啊。那它到底有多少的投入呢？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核动力潜舰以及柴电潜舰，它就已经开始巡弋印度洋。这不是小舰长操动啊，这是那个 Jamestown Foundation 的这一个智库，他明明白白的指出这个时间点。另外还有2014年，他还将这一个潜舰编队呢，他纳入了亚丁湾护航里面。也就是亚丁湾护航，我们看到的多半就是一艘052D 的一个驱逐舰，搭配了054A 的飞弹护卫舰，然后还有一艘903A 的补给舰啊。那它这样子一个编队，但是事实上来讲，它水下是有潜舰的，而且就诚如我之前所说的，因为卫星不会一直拍海面上，因为拍海面它的经济价值太低了，所以它潜舰如何上浮，如何进行补给，这一些只有邻近的国家自己摸的心里最知道，那个也就是印度啊。那甚至呢，在2015年，那个商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舰以及宋级的柴电潜舰，其实也已经常态化的在印度洋进行部署了。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现在这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关于马尔地夫的部分，说没讲到马尔地夫啊，其实马尔地夫也就是拱卫这个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位置啊。是，如果说今天马尔地夫它
那个不为这个解放军提供任何的资源的话，事实上来讲，以印度来讲，它可以两面包抄。这个也就是真正为什么中国大陆它要这么样的吸引马尔地夫的原因。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我去过马尔地夫，马尔地夫就是一个岛一个饭店，非常漂亮。是，然后那个你可以看到它海里的鱼游来游去，然后它的那个甚至它的饭店都是盖在水里头，高脚屋非常漂亮。那一个，请问印度有多少人可以到那边消费？其实印度不会到那边消费，印度自己他们在海边有他们自己的那个度假村，真正会去的也就是庞大的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实力，是真的很漂亮，像人间仙境一样。的确是。好，请教彬哥。我是觉得，就是虽然现在中东这边有一些零星的攻击，但是你看美军为什么看起来并没有很强烈的反应？第一个，我相信他受到的创伤应该并不是太严重。第二个就是美国不想在这个时候把整个事情扩大，因为好不容易整个情况看起来是比较稳定下来。那这个时候，如果因为这些零星的攻击就故意把它无限上纲，把它闹大，对美国自己本身也没有好处。所以我想，至少除了一些武装团体之外，基本上在这个区域的大国，以色列也好、伊朗也好、美国也好，都不希望出更大的乱子。所以我认为这些应该不会再出现更进一步的这样子的冲突。那当然啊，就是万一某一些武装团体他可能拿到某一些东西，如果做了更进一步的攻击，那到时候会有什么反应？那个就到时候还要再看。但原则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冲突。我也不认为伊朗会去封锁什么荷姆兹海峡，因为他封锁荷姆兹海峡，那个通常都是危及到他立国基础的时候，他就这样干。他以前封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2伊战争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跟美国起严重冲突的时候，不然的话他不会去做这个事，因为你做这个损人不利己，你自己也出不去，然后你会引来美国直接的干预。然后甚至得罪周边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这个对他来讲完全得不偿失啊。是，而以现在的态势，他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去做这样的事。那当然，对大陆来说，伊朗的原油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他也会确保伊朗不会去干这件事。因为如果伊朗做这件事的话，第一个中国大陆很难帮他讲话，第二个中国大陆自己的原油恐怕也要面临问题哦。那至于说马尔地夫，我必须讲。就是照理来说，以印度只要他国策稍微改变一点，马尔地夫是没有道理去投向中国大陆。如果你对马尔地夫好一点，多给他一些经济援助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帮他建一些基础建设，我想不出来马尔地夫为什么要跟更远的中国好。那就是你平常对人家不够好，所以人家才会这样。那你看美国现在也开始紧张啊，塞西尔这个国家，它全国加起来400多平方公里，才9万人呢。是，可是它是非洲唯一的高收入经济体，它收入比台湾还高，然后将近4万美金，对啊。可是问题是，它整个国家没有工业嘛，它就是完全对外输出这些天然产品啊，还水产啊、椰子壳啊这些东西。那中国大陆愿意去帮他做基础建设，是，所以这个总统才会讲嘛，你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忙，可你美国不愿意帮，中国大陆愿意帮啊，那谁帮我当然跟谁好。所以美国现在紧急又回去设大使馆，可是问题是，美国设了大使馆之后，你有没有办法给人家实质的援助？我觉得这才是重点。你看，美国现在回防了南太平洋，回防了这个印度洋，可是问题是，你没有给人家实质的援助，只是嘴巴在那边讲一讲。现在的这个社会很现实啊，这个世界大家都是要看你实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如果没有，只是在那边说一说话，嘴炮一下代替的话，我觉得这些国家还是不会回心转意。所以还是要拿出实质的东西，当然才会给你回馈了。好，我们再看到是中美外交，现在习近平是不是寄望民间呢？因为现在加州州长呢纽森在访问中国大陆，他们有拍像这样子的画面。可是呢，上个月的时候，这个纽约市长亚当斯的特别顾问郑其荣，他的住家跟办公室突然遭到 FBI 的突袭搜查。但是亚当斯现在说他相信他，可是大家很好奇，会不会是亲中派就会被搜查一个情况呢？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旧金山的市长现在也访问上海，他也希望加州也希望有所谓的这个高铁情形，甚至他坐高铁坐到还睡着了。我们看看这段画面。Second time I rode the high-speed rail into Shanghai. It feels like it floats and it's exciting. I heard it was faster, but last time I thought it was really fast too. I was asleep.
Very quiet. We want high-speed rail from San Francisco Bay Area to Los Angeles. We want this in our state of California. 我看得出来，这个旧金山的市长非常兴奋。他说啊，这个第二次坐高铁到上海，感觉就像是漂浮者一样，他在高铁上面睡着了。希望加州也可以像中国一样，拥有像一样的高铁。那现在美国地方会不会南加州也要盖高铁呢？美国南加州呢，赌城它之间的高铁要将动工，2028洛杉矶奥运前渴望动车。这个是光亮线要连接所谓的南加州跟内达华州的拉斯维加斯的高铁，下周呢正式开始动工，预计在2028奥运开幕前就会通车，将要斥资所谓的120亿的美元在这个高铁路线。那受惠于拜登政府的所谓的跨党派的基建法，提供3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可是大家很好奇啊，你是30亿美元的时候开往这个拉斯维加斯高铁的路线，它还持续引发大家质疑嘛？因为现在完成这家高铁还要额外再增所谓的1000亿的美元，跟当初所谓的预算有出现了很大的落差。现在共和党的议员他就说，我强烈怀疑这个路线是永远都不会建成的，自己人现在都不看好了。那现在局势是不是会彻底的翻转起来？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高铁呢，占全球的营运的里程的将近70%，能够跟中国高铁竞争的只有2个国家。欧盟的造价呢是中国的2.5倍以上。那日本呢修印度的高铁7年修10公里，修越所谓的越南高铁讨论13年都还没有落地成功。反观所谓的亚万高铁现在仅花5年就竣工了，而且呢，正式营运已经半年，乘客的送运量已经达到了256万人次，现在变成了中国跟印尼成为最好的合作伙伴。因为印尼现在寻求中国支持将首条高铁的延伸到泗水，那延伸之后呢，应该就会形成这个高铁应该就是“一带一路”的合作效果。再来看到了，像印尼会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因为中国跟印尼的友谊正在透过投资的机会而巩固，而印尼也越来越担心所谓的拜登政府未能遏制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那中国呢，也是印尼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包括了连越南的基建都希望能够找中国来帮忙现在研拟呢，一起来新建所谓的连路高铁。那印尼呢，原本应该在2030年开始新建第2条连接越南首都河内以及中国的高铁，再次显示中越2国的关系已经回暖了。再来包括了越南代表团的密集拜会，像是大陆的交通部啦，还有铁路局啦，甚至还有国铁集团，还有中交集团、中车、中铁以及中国铁建等交通单位，甚至可以把所有可以修高铁的交通单位通通都跑遍了。所以呢，越南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越来越紧密。那越南看好中国的交通基建建设，不过呢，他也不会放过任何的交流机会。现在越南总理就下令了，通往中国的高速公路就要开通了。怎么说呢？他说越南总理呢范明正呢下达所谓的谅山省的友谊到芝林段的高速公路的正式开工。那这个项目呢是北高速公路的东段，从谅山省呢到金瓯省的路段是最后一个项目，是东协国家通往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窗口之一话过来，先请教一下这个亮哥，亮哥你怎么看？现在包括了这个亲中派好像就会被搜查，有这样的情形吗？我觉得那是胡扯了，胡扯应该是他自己涉案哦。因为亲中怎么会是 FBI 调查呢？是不对？这个扯太远了啦我是觉得高铁并不能只看中国人提供的技术还有新建能力啦，是更大的原因是当地政府的配合度了。比如说越南跟印度中国敢去盖吗？我随便举例了，是，比如说日本为什么越南始终盖不出来？因为土地征收你征收看看，谁能够帮他征收是，然后印度也是就价格一直调整嘛，你怎么弄？所以日本后来讲一句话说，越南的高铁从河内到胡志明，他估计要2045才能盖完。哇中国也不接所以现在又传出说这个可不可以请中国来帮我们盖一条到河内我跟你讲，中国也不一定会接啦，是，因为越南就是一个翻来覆去的政府嘛，常来变来变去这个坦白讲，跟你能不能日本难道盖不出来吗？不是这种问题嘛，而是你的价格一直在变嘛。是，那这样
日本政府是民营的，民营他还要对股东负责，那你这个怎么弄啊？他还上市呢，这跟中国为什么中国处理一些如果不是变动幅度太大的地方，他还可以忍耐过去，因为它是国营啊。那中国政府只要有这个意志，他就可以克服啊，把它盖完啊。对，那很多国家都是民营的啊，你如果变动太大，他就放弃了嘛。比如说我随便讲个例子啦，比如说沙地阿拉伯的高铁从麦加盖到麦迪那，中国大陆实际上是赔钱盖的，是因为他一直发现那个地形啊，还有反正就是相关的条件一直在变动，太艰困的了。那可是中国外交部就认为沙地阿拉伯太重要了，还是勉强把它盖完了，亏钱也把它盖完。对，可是他真的得到回报，是因为沙地阿拉伯就很感谢，所以后来就有一些经营权，有一些让利了。可是这个你怎么会知道有？是，那沙地阿拉伯也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府啊，所以他就随时可以改变一下合约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因素很多啦啊。所以你说你现在再来评估，从这个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的高铁会不会盖出来哈？我跟你保证盖不出来啊。美国那个加州的高铁，大家又不是没有那个经验，是为什么会盖不出来？我跟你讲，它光是设站、征地，你就要经过当地的一大堆当地的民意代表怎么跟台湾有点像？本来就是这样啊。事实上，你这个征地，美国还有好几级的政府，对不对？你还要经过这个市政府，那还有更 local 的，那还有不同的那个州之间还要不同层级还要谈。是啊，然后事实上加州那个就是这样啊，后来征收土地的价格越来越贵啊，后来大家就放弃了。是，而且我跟你讲，你只要碰到加州过的几率都很低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加州人习惯开车，所以加州一定会有一堆这个州议员呐、众议员呐，基本上就说盖这个干什么？是啊，直接反对。我自己开车就好啦。你花那么多钱，他会觉得说你应该做别的建设吧？对，这个加州真的是很难啊！我跟你讲，加州就是一个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地方嘛。这去过加州的人都知道啊。是，还有它的飞机也非常方便，机场很多。事实上，美国是机场发展的最早的国家。对，那全国到处都是机场嘛，所以大家为什么高铁盖不起来？这也是原因之一。是，就是说它的竞争者就是高速公路还有飞机嘛。那中国大陆不一样啊，中国大陆一开始政府就下定决心，我们先把高铁串起来。是，那我觉得中国这个判断是对的，因为它的载运量远超过飞机嘛，是对不对？所以我是跟你讲，有些很复杂的原因比如说印尼亚万高铁为什么会成功，中老铁路为什么会成功？因为老挝就是辽国啦，还有印尼政府意愿非常高嘛，那困难他愿意一起解决嘛，那所以现在从那个亚万那个老挝现在又拉到曼谷嘛，是，这个可能性，这个难度就会高一点了，因为泰国也是一个麻烦的政府是，可是因为有中老铁路在前面，他很羡慕，所以这次成功的几率就高一点。不然以前泰国也试过啊，也是盖不出来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不是新建能力的问题而已啦，还牵扯到当地政府是不是准备好了。是，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来请教一下吕舰长，怎么看所谓的亚万高铁？事实上来讲，如果说我们来看为什么印尼的亚万高铁可以成功啊，其实就是跟刚刚郑亮老师讲的一模一样，它其实是有它政府的因素，因为实际上佐科威他非常想要让这条铁路这条高铁通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亚万高铁，它只有雅加达到万隆而已。那未来呢？佐科威他在10月1号卸任啊，那他现在想要从万隆另外拉到更远，拉到泗水啊。那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更远，但是
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并不想参与啊。那个原因，也就是刚刚郑亮老师说的，他有很多地方的原因，而且因为他当初入刊的路线不是这一条，那就有当地的这些政商名流的一个参与的因素啊。那这就是佐科威他在去年10月2号的时候通车的时候，他照的那个照片啊。那是但是这一张呢就不是，这张是在去年9月13他第一次试乘的时候，看到没有？他非常高兴啊，也就是他们的速度达到351公里。的时候，他想到啊，高铁这么快，所以他觉得很高兴。然后，但是事实上，为什么日本不成功？日本不成功也有它的因素，因为日本的高铁，他希望这个方案是建立在政府跟政府之间，也就是日本政府对的是印尼政府。对，那但是对于印尼来讲，他不想要如此，他是想要由企业来承接。那以企业来承接，也就是企业跟企业的合作。那但是，印尼呢，最后就选择了跟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愿意就是企业跟企业合作。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亚万高铁的成功，并不是所有都如此，但是它也代表了跟日本合作有非常多的问题啊。那现在，越南它也有另外一个想法，除了高铁之外，也就是从它的首都，那也就是到云南、到海南，它要另外盖铁路，这个他就想要跟中国大陆合作了。那中国大陆呢，现在也表达一定的意愿。然后，但是高铁如果要贯穿它的南北，从最北边一直到最南边的胡志明市的话，事实上这中间的问题跟印尼的高铁一模一样多。所以我们来看这些高铁的问题啊，其实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最后请教一下彬哥，这个郑其荣哦，不是因为他是亲中派的关系啦，不要因为他是华裔就说他是亲中派，他其实是因为现在 FBI 怀疑亚当斯是不是有收受土耳其的现金，所以他也不是只有郑其荣被查，亚当斯自己本人都被查，然后他有其他两个助手也被查，所以现在 FBI 还在找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哦，所以这个其实跟中国大陆完全没关系啊。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至于说这个高铁这个东西，我必须讲，你光听到他们一开始就是什么斥资120亿，然后联邦政府提供30亿，我就告诉你，你提供这个数字就是不可能的事，根本建不成。因为很简单，你知道我们台湾是2007年才建成嘛，是1997年开始盖嘛，你知不知道我们花多少钱？多少钱？我们花了5000多亿台币。哇！也就是100多亿美金，是，那已经是十几年前、10几20年前的事，物价都不一样了。对啊，你经过这么多年，而且还是在美国盖。对，老实讲，1000亿美金都不见得盖得起来了。我讲实在话，以美国的盖的方式的话，所以我觉得你会提出这种数字，基本上就是你根本不想盖。在我看来是这样，不然的话，根本你真正想要去评估的，就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评估。但是我必须讲啊，就是我一直觉得美国没有必要去跟中国大陆比高铁。对啊，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完全不同形态的国家。美国从以前就是以公路跟空中运输为主，那它的铁路本来就是在做货运啊，或者一些小范围之类的东西，它已经退化很多了。所以你在现在，如果美国想要在高铁这方面去跟中国大陆追，那是自找麻烦，它根本不可能追得上，因为第一个光是成本就不可能。美国要建高铁只有一种办法，除非你找中国大陆来帮你建，只有这种可能啊。是，其实美国以前真的有过这种打算啊，他们10几年前曾经有一些，包括加州都会想说，找中国大陆来建。那但是问题是，现在以中美现在的关系，这已经根本完全不可能，这不可能考虑的状况。那高铁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贵的东西。那以美国人的习惯啊，我老讲，美国如果建了高铁，我跟你保证他会亏钱。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各位介绍这里加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看到现在呢，中美军事的外交会面哦，美国军方代表呢抵达了青岛，要参加所谓的西太平洋的军事论坛。他赞叹所谓的中国的红旗车到底怎么回事？就是第19届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在今天开始呢，在山东的青岛登场。美国由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克勒来率队参加，来会见所谓的中方官员。他一看到下去之后，看到这红旗车，大惊了一惊。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It's a pleasure to be able to come to this symposium. Fire. 然后他也用这个所谓的中文的大喊红旗，看得出来是非常讶异。那现在谈到的是说，布林肯呢原本要在周三要访所谓的中国大陆，但在访华之前呢，大陆驻美大使呼吁中美共同管控所谓的台湾的问题。谢峰就说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那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就是要拆除所谓的危险的燃爆点。另一个部分要看到的是，3个中国企业呢涉及攻击巴基斯坦的导弹零件，结果呢遭到美国制裁。美国媒体就说了，布林肯访华难以改善关系。怎么说呢？布林肯呢将在24号到26号访问中国大陆，美国又会对中国企业祭出所谓的制裁。那美国之音就说，预计布林肯此行呢不会取得任何的重大发展。那布林肯访华呢想见王毅，但是王毅人不在北京所以看起来也见不到面了。那中美呢在南太东协的较劲呢，我们持续来为你关注，包括拜登现在暗示他的舅舅被食人族给吃了，太平洋岛国巴纽火大抗议。怎么说？2战时期他说他的舅父在座机上这个纽几内亚上空被击落之后呢，到现在还没找回遗体，暗示当地有许多的食人族，这是不是暗示他的舅父被这个食人族给吃掉呢？那这样的话，当然会让巴纽总理相当不满巴纽人就认为说，不应该贴上所谓的食人族标签要让白宫的研究清除所谓的2战遗骸，好让有关拜登舅舅等失踪的军人真相得以平息。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巴纽呢，他对中国方面的态度好像是比较敞开心胸来做欢迎的怎么说？包括了王毅接下来可能会会晤所谓的巴纽外长要坦诚所谓的警务之间的合作，作为所谓的南太岛国非大国的后院。王毅就说，南太地区呢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大国呢也不应该把岛国当作自己的后院。另一个部分呢，王毅也谈到现在包括了澳洲这个美国跟英国的一个联盟可能会引发所谓的核扩散。那王毅又批评这样的协议呢根本就是违背南太平洋无核区的条约并且称这样的协议呢严重引发所谓的核扩散的一个风险情形。另一个部分大家看到的就是王毅现在访问柬埔寨，他呼吁要共同打击所谓的网络的赌博，还有电信的诈骗，以及人口贩卖等等的违法活动，看得出来触角呢伸向了东南亚。那王毅抵达柬埔寨的时候呢，135名中国籍涉及赌博而且还有诈骗的这些违法犯呢，被中国公安机关从柬埔寨押解回国。那这也是4月12号以来呢，柬埔寨抓到的680名的中国籍嫌犯呢，已经全数被中国公安机关押解回国了。王毅就说这是2国共同打击所谓的网络赌博，还有电信诈骗、贩卖人口等等非法的违法活动，彻底铲除所谓的犯罪集团。那再看到南海局势南海局势现在也非常诡异。中国的海军呢建军的75周年，疑似呢进驻所谓的柬埔寨的云朗基地。怎么说？华府的智库呢，在柬埔寨就是他分析报道说，柬埔寨已经授予中国海军在云朗海军基地执行任务，而且呢还要驻扎权限，让中国的轻型的护卫舰呢已经在云朗基地停泊了大概4个多月左右。另一个部分看到的是缅甸的反叛克勤军，他们希望能够并入中国，解放军又在边境大规模的实弹演习来做呼应这个是克勤军独立的军发言人，他就说，如果我方能够跟中国的德宏州等获得同样的待遇，那我们就愿意将克勤占领的区域视为是中国疆域之内的一个省级的行政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此次中方的演习也有人怀疑是不是对缅甸的军政府以及克勤军呢发出了一个释放的讯号，要双方的势力都听于所谓的中国讯号。
话过来先请教亮哥，亮哥你怎么看现在中美军事外交这个会面，他们气氛有可能获得改善吗？当然是不可能啊。那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1988年就开始了，是，那只是今年由中国主办，那在青岛有29个国家参加了啊。那这次去的级别都非常高，比如说美国是那个太平洋司令嘛，那俄罗斯还派了海军部长，是，所以级别都非常高了啊。那主要当然是因为现在的氛围不太好啊。气氛太僵了。比如说美国刚在菲律宾给你装中程导弹，是对不对？那美国当然也严重怀疑柬埔寨大陆有军事基地了啊，然后也包括在南太平洋，王毅也讲嘛，就是你要搞 AUKUS， 那是不是核子潜艇就要去那边？那也破坏了南太平洋无核化这样的一种主张。所以坦白讲是各搞各的哈，然后开始有一些重叠交错，所以就很容易引发冲突啦。那这次有一个主题叫做军舰意外相遇的规则，那大家要讨论嘛，因为这个未来很可能会发生啊。是哦，就是这个中国大陆海军远洋海军也开始崛起了嘛，那你做了作战舰，当然要到处跑一跑啊。那跑一跑就会相遇啊，那相遇怎么办呢？是，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军机有那个相遇规则，那中美早就签了啦。那可是军舰的意外相遇规则，这个大家要讨论一下这样了啊。我是觉得未来，坦白说了，因为中国大陆这个第一岛链这一块所涉及的国家实在太多了。那你以前中国大陆国力还没有崛起啊，被你封在里面。那现在人家海军崛起了，你不可能说让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国家封在第一岛链，这个是不现实的嘛。对，那他要出来就碰到一大堆既得势力了。是，那当然其中美国就是主要的嘛。未来事实上还会更多了。事实上，俄罗斯我们也知道，5月普京就要去中国做首访。在胜选之后的首访是，那中国跟俄罗斯到底会谈什么样的军事合作？我想一定也会很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跟日本的安保才刚升级版所以你不觉得都是对着干吗？比如说我刚刚听到一个讯息啦，说美国不是在菲律宾装了中程导弹吗？对，那中国大陆昨天就跟古巴武装部队主任见面嘛。那说，我们愿意来培训古巴的军队。那结果听说今天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就打电话去给中国的防长，热线电话就通了。是，就是到底你要搞什么啊？直接通电话。那中国大陆也会问奥斯汀说，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啊？你为什么在我家门口装中程导弹？是。那美国也好奇啊，说你到古巴训练军队，你是要干什么啊？那俄罗斯的外长讲得更白，他说我们本来要暂缓中程导弹的布置啊，那美国既然这样干啊，我们也就不暂缓了，说我们不排除到古巴装中程导弹，所以你看嘛，又来了，又来了，所以坦白讲，你说这里是哪里？到底在酝酿些什么？我只能跟你讲说，这个中俄这个共同反美的这个氛围越来越重，所以你美国做的任何的布局，很自然就会引起反应嘛。那这个反应本身都是有冲突的风险啦，当然520赖清德当然也算嘛，所以你看布林肯不是刚去大陆吗？对，那就传出来啊，要谈台海的问题，要谈中国大陆是不是提供俄罗斯军工产业零组件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巴基斯坦这个案子就爆出来了，是，就说3家中国企业提供巴基斯坦导弹零组件，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在预作演示啊。所以你中国的企业提供巴基斯坦零组件，那肯定也提供给俄罗斯吧？都有。那这个就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军民两用的零组件实在太多了，
这个不是只有电子零组件，这个很难分呐、还有电机零组件、机械零组件都是嘛，甚至还有化学品、化学原料等等啊，很难分，没错，你讲的啦啊，美国不认为嘛，美国就说你让他做武器就是不对啊，所以我也要看布林肯到底要怎么说啦啊，因为美国如果决定要对军民两用的原料零组件，然后要来对中国提出制裁啊，我跟你讲，这会没完没了，因为中国也会反制啦，那我跟你讲，整个贸易秩序就乱了。是好，请教斌哥。当然，布林肯这次去，不要说是有什么进展了，我觉得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任务应该就是维系双方之间有一个能够沟通的管道，这样就不错，至少不会让局势更糟，这样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一个发展。因为中美之间看起来是不太可能有什么大和解的场面出现，那现在这个氛围也不适合。对拜登来讲，他现在也不能跟他和解，他必须要保持一方面跟他为敌，可是一方面又不会出乱子这样的一个状况，他的选举才有戏，才可以继续选。所以这就是一个竞合的关系，明争暗斗的一个关系了。只是拜登最近看起来真的是急了啦，连他舅舅被食人族吃了都讲得出来，真的是。对啊，怎么会讲这种话呢？实际上他完全乱扯，你知道吗？是因为第一个，他说他舅舅驾飞机在那个被新几内亚上空被击落，其实不是，他舅舅只是个乘客。然后呢，那台飞机其实也不是被击落，是故障。哦，是故障在海面迫降，迫降之后就人就失踪，就跟着船一起沉下去，跟那个飞机一起沉下去了。所以拜托你也不要诬赖到人家食人族头上，好不好？你是在海里头，食人族他游泳过去，有食人鱼，对不对？那实际上呢，你知道谁也讲过类似的话？老布希。哦，因为老布希曾经参加过轰炸父岛的任务，然后结果后来他飞机被击落之后，他是真的飞行员哦，然后他那时候发觉自己会飘向父岛，他就选择他不要去父岛，因为他知道父岛会被日军俘虏，是，所以他就不去，他就往外游，结果后来运气不错，被美军发现，把他救回来。可是他其他的队友，总共有8个队友就漂流到父岛去，就被日军俘虏，后来有5个人被日军吃掉，哇，直接吃掉，直接把它做成寿喜烧吃掉。哇，这么残忍，这是很有名的父岛事件。所以老布希当初如果选错，他可能就完了。所以我在想，拜登是不是把老布希跟自己混淆了，然后又把整个故事混在一起哦。不过因为拜登已经不止一次把人事时地物全部搞错，对，所以我觉得他持续这样做的话，一定会被川普拿来做攻击的方向，说这个人根本老糊涂了，你们还要选他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拜登自己要去注意哦，这个恐怕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引起邻国的抗议，跟你的政治对手又可以拿来做文章哦。那当然，现在对大陆来说，他就是要想办法去南太平洋去拉拢这些国家，那正好趁你美国 AUKUS 想要核扩散这个主意，因为对南太平洋这些国家来说，我老实讲，对他们来讲威胁最大的是谁？好不好？是澳洲。因为澳洲在那边势力是最强的，然后澳洲一直对所有任何国家，你只要跟南太平洋这些岛国接触，澳洲都很有意见。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在这边，他就是反正你美澳同盟嘛，那我也不客气，我就尽量去跟这些国家交好。那看你们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至于说东南亚这边呢，我必须讲，中国大陆跟柬埔寨的关系那是不言可喻的。云壤基地当初就讲说有可能会借给中国大陆，虽然双方一直否认，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既然大家局势都已经搞得这么僵了，那我们也不演，我就继续这样跟你做吧，看你美国怎么回应。实际上我也想不出美国能怎么回应了，美国大概就是抗议或者不爽，或是去讲他们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些都解决不了问题。那导致缅甸这边呢，我觉得这个克钦军啊，他自己说他要并入中国，我不认为中国大陆会收他们。因为你如果去收的话，那不是搞得跟乌克兰一样？对，那不是搞得自己更加麻烦吗？我不认为大陆会去接受这种条件啊。我觉得中国大陆在缅甸这个地方，他现在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你们不要再把混乱扩大，你们要安定下来之后，你们看是用谈判还是用什么方式能够维持地区的平静，不要让其他的势力介入。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是他最大的目标。是好，请教吕舰长。我们来看一下啊，第2次世界大战其实。虽然在南太平洋的岛国，它有进行部分的战斗，可是不是每一个岛啊。它进行最大的战斗呢，其实也就是在那个所罗门群岛以及巴布亚纽几内亚的这个区域里面，因为只有这个区域能够新建足够大的机场，让美国的军机可以在这边降落。那我们现在讲 AUKUS 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都
都讲说AUKUS 是造Virginia 级的这种核动力的潜舰哦，但是事实上不是单纯如此而已啊。它另外一个概念呢，也就是它希望从澳洲部署在澳洲的核动力潜舰可以尽快的前往西太平洋的部分，也就是菲律宾海的部分。也因为如此呢，它就要建设新的潜舰基地，也就是在东澳的这个地方，它要新建新的基地啊。那在这个基地之外呢，事实上来讲，它还有关于 AI 跟高超音速飞弹的一个合作。那 AI 跟高超音速的合作，其实它需要的也就是澳洲的一个人力啊。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柬埔寨的云壤海军基地啊，它会变得这么重要？我们如果看这张地图，我们就会可以发现啊，实际上云壤海军基地在这个位置，它其实在泰国湾的前面。然后如果说从南海要进入到新加坡海峡，过马六甲海峡，其实云壤这里就扮演一定的一定的重要性。之前有很多的媒体啊报道说，云壤海军基地啊，它未来可以停泊航空母舰。我真是觉得这些人很有创意啊！为什么？因为其实他没看过海图，那我把海图调了出来，这个就是云壤海军基地的位置啊。那如果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它的水深啊，最深也不过也就是10公尺到那个2.3公尺这样子这么浅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样让航空母舰进去呢？其实进不去了。我那个时候就做出一个预判啊，也就是它最可能使用的，也就是056A 的这一个轻型的护卫舰啊。果然不出所料啊，现在所看到的资料啊，也就是从去年12月开始，一直到目前为止啊，我们也就是说，最新的照片就是4月7号的卫星照片，这黄框里面这2艘就是056A 的这个轻型的护卫舰。这个护卫舰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台湾最需要的轻型护卫舰的那个模式，它不但有防空飞弹，它还有反潜的能力，甚至直9的直升机也可以在后面的飞行甲板起飞。也就是说，然后它还带了4枚的鹰击83的飞弹，所以这个其实是台湾最需要的。同样，如果我们来放到柬埔寨来看，柬埔寨现在它都是巡逻艇，它根本没有这一型的船，所以我们现在看来，它其实更像是帮柬埔寨做成军训练，也就是我现在先帮你训练好，训练好之后呢，等着我这些船太除交给你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运用，而不是说要部署什么海军基地啊，或者是部署购买让航空母舰进入柬埔寨，那个都是在胡说八道。是。